在霍华德看来，四方宝藏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柱，有他在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八方来财，投资的任何领域都能得到回报，即便是乱世之局中，也总是能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。如果没有四方宝藏，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现如今的能力与魄力，恐怕很难让这个数百年历史的大家族继续保持辉煌。所以在他的心里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，都要将四方宝藏带回罗斯柴尔德家族。而他也很清楚自己这些子子孙孙，他们大都觉得东方的风水运势不过就是迷信玄学，所以至始至终，他们对找回四方宝藏也并没有太大的动力，总觉得这只是他霍华德自己的事情，与他们没什么关系。霍华德眼看着拘禁周良运以及对他滥用私刑的事情已经败露，更迫不及待地想将四方宝藏找回来。一旦四方宝藏离开美国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找回的可能了。而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势开始走下坡路，恐怕用不了一两代人就能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拉下神坛。为了避免这种结果，他不得不祭出自己的终极大杀器，用家族继承人的巨大诱惑来驱使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上下一心，全力以赴将四方宝藏找回来。而这些原本并不在意四方宝藏的子孙，也仿佛在一瞬间被打了肾上腺素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他们不想管四方宝藏到底有什么玄学上的用处，他们只知道这是成为家族继承人的唯一直通车票。于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迅速动作起来，所有原本的工作尽数搁置，全力以赴投入到寻找四方宝藏的任务中来。待所有人离开之后，霍华德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桌前，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之后，他便冷声问道：“还没有线索吗？”对方恭敬地说道：“还没有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整个周家都搬去了伦敦。这些天除了送信的邮递员之外，没有人来过。”霍华德立刻追问：“邮递员查过了没有？有没有什么猫腻？”对方连忙道：“我们在周家周围安装了大量红外以及热成像设备，任何人经过，做了哪些小动作，都能拍得一清二楚。邮递员只是放下一批信件，并没有额外拿走任何东西。”霍华德冷哼一声，脱口道：“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四方宝藏一定还在周家。周彼得不可能那么快就在我们的眼皮子下面把它转移走。你们继续盯紧周家，24小时给我死定严防，就是一只苍蝇也不能从周家飞出去。”对方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先生放心，我们还在不断追加人手，整个周家已经被完全监控，没有任何死角，而且我们在附近安排了多台无人机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可以全方位立体追踪。”说着，对方又道：“对了，先生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汇报。”霍华德道：“说。”对方低声道：“FBI 今天过来了，他们没有进周家，而是直接找到我们，提醒我们不要越界太多。周彼得的事情现在有些敏感，民众都在关注。”霍华德愤怒地骂道：“FBI 就是一帮饭桶，你直接联系 FBI 在纽约的负责人，就说我让他们离周家远一点，我不希望他们插手，更不希望他们给这件事带来任何不利影响。如果再让我在周家附近1公里内见到 FBI 的人，他的工作就不要干了。”言罢，他不等对方回复，直接挂断电话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他的长子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在门外恭敬地开口道：“父亲，我能进来吗？”霍华德微微一怔，随即闭上眼睛，无声轻叹一口气，这才开口道：“进来吧。”史蒂夫推门进来，又小心地将门从里面关上，看着霍华德，欲言又止地说道：“父亲。”霍华德看了他一眼，见他没了下文，便冷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史蒂夫迟疑片刻，开口道：“父亲，刚才开会的时候，您说谁能找回四方宝藏，谁就能成为家族继承人。”霍华德默然地点点头，淡淡道：“是我说的，怎么了？”史蒂夫满腹委屈地说道：“这么多年以来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都是保持着长子继位的传统，
而且一直在排继承人顺序。您今天忽然宣布这个决定，岂不是破坏了家族的规矩？”霍华德冷哼一声：“规矩？如果四方宝藏丢了，罗斯柴尔德的名字都将失去荣耀的光辉。这是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，在他面前，规矩连个屁都不算。”说罢，霍华德站起身来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谁能拿回四方宝藏，谁就能让家族继续保证繁荣昌盛。对家族绝对是头号功臣，让他做家主继承人也是合情合理，理所当然。”史蒂夫哀求道：“父亲，自从您登上大位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继承人。我的大儿子也是您的长孙罗伊斯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继承人。我们父子这么多年接受的也是继承人的培养和教育，这么多年心血到了今天，如果哪个好运气的混蛋不小心在哪里找到了四方宝藏，那我们父子这么多年的努力岂不是都付诸东流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”霍华德看着斯蒂夫委屈又痛苦的表情，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“史蒂夫，在巨大的家族危机面前，就是要重赏求勇夫。况且我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就绝不可能收回。”史蒂夫急忙说道：“父亲，您……”霍华德伸出手来打断了史蒂夫的话，看着他淡淡道：“你是我的大儿子，我理应给你一个机会，所以我可以给你透个底。我觉得四方宝藏大概率还在周彼得的家里，其他人都去哪里寻找四方宝藏都随他们。你如果想多几分胜算，就把精力集中到周彼得家。”说着，他又道：“我早就派了大批人马暗中盯防周家，你可以过去盯一下。如果他们能在周彼得家里找到四方宝藏，功劳就算在你头上。那样的话，你还是第一顺位继承人。”史蒂夫一片死灰的心底忽然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，他激动地问道：“父亲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”霍华德微微颔首，开口道：“史蒂夫，说心里话，你是我第一个孩子，也是我心里最宠爱的孩子。我也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名正言顺地继承我的位子。”说着，霍华德眯着眼睛提醒道：“越是这种时候，越需要你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做出无人能及的成就，给其他人看一看，让所有人对你无话可说。好儿子，立功的机会到了。”史蒂夫有些受到感染，握紧拳头坚定道：“父亲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”